狂犬病到底有多厉害？可以说，一旦染上了狂犬病，没有一点生还的可能。目前，狂犬病是世界上病死率最高的疾病，直到现在都找不到治疗方法。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，全球每年约有55000人至6万人死于狂犬病，即每10分钟就有1人死亡，死亡率高达100%的狂犬病。作为普通人的我们，该怎么预防并保护好自己呢？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，虽然在1万多年前它就已经被驯化为家畜，但因为一些个人原因，导致患有狂犬病的流浪狗越来越多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有汪星人的陪伴，生活充满乐趣和温馨。但为了防止他们把传染病传染给家人，还要提前预防才行。最常见的一种，如果你在马路上发现了一只流浪狗，出于同情和可怜，请不要直接用手去抚摸，观察小狗的情况。如果狗狗走路摇摆、口水直流的话，说明它很可能携带狂犬病病毒。此时一定要万分当心，并尽量保持较远的距离。如果一不小心你被这样的流浪狗咬伤了，或者皮肤表面出现了抓痕，你必须马上用清水冲洗伤口，并将时间保持在15分钟以上。随后去接种狂犬疫苗是你最明智的选择。对于病毒来说，它不会给你足够的时间考虑。一旦狂犬病开始发作，患者抢救回来的机会几乎寥寥无几。狂犬病潜伏期无任何征兆，病毒有很长的潜伏期。这段时间内，皮肤细胞不会出现任何异常，感染者也不会有任何的反应或者传染病。狂犬病毒的潜伏期通常为1到2个月，但个体之间差异很大。据史料记载，有的人被咬了6年才发病。狂犬病的最初症状是发烧，伤口经常疼痛，或有异常的原因不明的震颤、刺痛或灼烧感。从行为表现上看，一旦感染了狂犬病，行为表现会异常活跃。一个平时安静的人，在不受任何外界刺激的情况下，就类似于狗为了防御发出攻击性动作一样，行为异常。当病毒开始在伤口繁殖，准备侵入神经细胞时，感染者一般会感到恶心、疲倦、怕冷，对疼痛、声音、光线等外界刺激敏感。此时，神经系统已经可能受到了病毒的压迫和刺激。一段时间后，病毒会在中枢神经系统繁殖，直接上行到脊髓，逐渐进入人脑，从而引发严重问题。这个时候，感染者的身体基本上没有挽救的可能，大部分人会出现严重的抽搐、精神错乱，甚至出现幻觉。同时，对光、声、水、风等外界刺激的反应也会变得更加强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应该正确判断自己感染的是不是狂犬病。网上一些有趣的恶搞的视频，扮演被狗咬伤之后的表情，看作是狂犬病患发病的状态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在此期间，患者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感染了狂犬病，虽然会有心脏窒息的感觉，但全程比较清醒，不会有咬人的冲动，更不会学狗叫。如果自己判断不了，及时去医院做检查，根据血、尿以及脑脊液的血细胞指数，或者病毒分离、抗原检测以及核酸测定等，都能够准确无误地判断自己是否感染了狂犬病。你可能不知道，狂犬病病毒不仅只是在狗的身上才有。世卫组织在2005年对狂犬病发病期提出了10日观察法这一概念。之所以是10天时间，是因为病毒会先侵入大脑，再进入唾液腺。一旦唾液腺有病毒，就说明大脑已经被感染。一旦大脑被感染，基本上5天内就会死亡，最迟不超过10天。所以观察咬人的动物10天，如果10天没死，说明它的大脑没有被感染，唾液腺更不可能有狂犬病毒。这是经过反复验证的科学事实。根据科学家的研究，99%的狂犬病感染者是由狗咬伤引起的。但其实狂犬病也可以通过其他动物传染给人类，比如猫、浣熊、蝙蝠、马等等。综上所述，如果之前从未接种过狂犬病疫苗，而这次被狗或猫咬伤，应第一时间清理伤口，然后按照接种流程观察咬人的狗。话说回来，防止狂犬病还要从文明养狗做起。美欧等发达国家由于对狗的严格控制，疫苗接种率相当普遍。然而，在非洲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，
由于当地民众对狗的安全并不关注，因此狂犬病感染者的数量在逐年增加。为了你我他人的安全，不抛弃每一个宠物，义务接种疫苗，佩戴牵引绳，只有这样才能将狂犬病彻底的扼杀在摇篮里。